上期说到，阿尼亚一家人度过了绝妙的一天。至于接下来的面试考核，老艾德将能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就只能看天意了。到了学院面试当天，随身物品确认齐全，仪容仪表准备完毕，得体用词再次确认。阿尼亚端正的回应木有问题。虽然老艾德心里还是忐忑不安，但眼下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实在是有问题，他还能从旁救场。伊甸学院矗立在东国最繁华的地段，走进校园的那一刻，确实有把月儿惊到。先不提学院占地有多广，配置有多豪华，单从这些来参加面试的家长孩子们就能看出来，他们这次的竞争对手可都是有名有姓的上流人士。老艾德随时关注着阿尼亚的情况，这里人这么多，怕阿尼亚会紧张，但阿尼亚回应道：“没关系的，既然如此，行，那就出发吧。”可话音刚落，老艾德就心头一紧，这个感觉不会错的，经历过无数次的感觉，有人在监视我们。难道说有敌人混在人群里了？不对，被盯上的并非只有我一人。月儿也似有察觉，有奇怪的视线在看他们。而老艾德的心声在阿尼亚听来只有3个字：有敌人。老艾德能明显感受到，这股视线不是对考生好奇的打量，而是那种试探性、令人不悦的视线。但这些小手段，在身为王牌间谍的他来说，都是外行。很快他就找到了视线目标，逃生由于连接楼道的走廊里，还有钟楼上的3人，左右2边建筑里也有。早在这之前，这所学校的所有相关人员名单都记在他脑子里了，所以那些人是教职人员。一边用笔记录，一边对着无线电讲话。也就是说，考试从他们踏进学院的那一刻起已经开始了，他们的举手投足都将被积分，由此来判断他们的品性。你们都打起精神来，考官正看着我们呢，就按照之前模拟过的那样行动。老艾德想的一点没错，此刻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教职人员都拿着个望远镜，嘴里每叫出一个编号，都有可怜的一家人要被淘汰掉。今年的考生质量很低啊，全都是些欠缺优雅之人。无论何时都优雅至上的伊甸学院舍监亨利是此次面试的主考官之一。仅是让那些不法粗鲁之人踏进伊甸之门，就已经令我相当不悦了。优雅创造传统，唯有优雅才能让人间化为乐园。把那些不具备优雅品格的家庭都判为不合格。是，这时他的视线被楼下一面容冷峻的家庭给吸引住了，尤其是父亲那锐利的眼神。哦，看来还是有具备优雅气质之人啊。说话间，就见那家人路过学院雕像时停止了步伐。竟然向初代校长的雕像偷报致礼。没错，对于8名玲珑的黄昏来说，扮演对方所期盼的理想人物简直是小菜一碟。约尔虽然压根不知道这人是谁，但只要模仿老艾的形式就行了。阿尼亚则关心着这人怎么脑袋没毛光秃秃的。而这一幕看在亨利眼里，优雅 very 优雅。他转头询问起那是哪家人，在得知是212号的福杰一家人后，调出了阿尼亚的笔试试卷，发现居然只是勉强过了及格线，并且字也超丑。再仔细一看，发现其父亲竟然是再婚，看来是有必要确认一下，是不是以入学为目的的临时拼凑的家庭。伊甸学院的考核就是如此严格，只有真正合格的上流优雅人士的孩子才有资格入校。通过了第一道考核，老艾德一家得到了关注，在教职人员的指引下往内部的会场走去，但楼上的视线依旧存在，所以还是得继续坚持下去。约尔表示，一想到被监视着，他就不自觉地紧张起来了。阿尼亚也表示，他好想挖鼻屎，被老艾德严厉禁止。就在这时，几人不远处的下水道里，有一孩子被卡在里面出不来了。这小胖子穿的正是伊甸学院的校服，就算是测试，这未免也太露骨了吧？大概是被当成疯子了，没有人敢去接近他。但他们不一样，在老艾德的会议下，阿尼亚站了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父亲母亲，有人遇到困难了，我们去帮帮他吧。既然是考试的一部分，那他们就必须得通过。”就在他们走向那小胖子时，还是有心善的家长走了过来，提出他们也来帮忙吧。但这小胖子是受命来制造难题的，可不会这么轻易被揪出来，装作手脚打滑，将污泥弄得到处飞溅。眼看着面试在即，怕弄脏了衣服，给那家人直接给吓跑了。但老艾德可不怕，就算被污泥溅到了全身，都没带一丝犹豫。看到楼上的亨利都傻眼了，将小胖子捞了出来，还不忘提醒他去医务室检查一下为好。阿尼亚也贴心的递上了手帕，虽然对诺难的孩子伸出了援手，但亨利却是大失所望。真是令我失望啊！终究只是单纯的乡巴佬，把212号给我撵出去。就算品格优秀，帮助了那孩子，但以全身浸满泥子的方式，他还是不会放他们进来的，终究还是不够优雅。而那小胖子反倒是向几人道歉，心里还是挺过意不去的，害得这些心善的人得被淘汰了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还好约摸着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，所以多备了一套衣服。什么？这种事情一般人怎么可能想得到啊？还没完呢，老艾德接过话来，果然还是这套西服和这所学校更相称呢。好险，差点就因为刚才那套西服而被当作乡巴佬出手了呢，还得感谢你给我们换装的机会，少年。那你甚至还贴心的为少年圆场，机智优雅。你个臭小子，老艾德福杰！身后的助理友情提示，这是小朋友的考试，应该多观察小朋友才对。被亨利回怼道：“小孩子都是学家长的，对，没错，30分孩子的父母就应该只有30分才对。哼，我要揭穿你的面具！”不得了了！
突然间，学校的警铃声猛地被拉响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饲养棚里的动物们破门逃出来了，此刻正冲向学生和家长们。老艾德也被吓了一跳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伊甸学院一个入校面试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。家长孩子们都在慌乱逃窜中露出了原形，老艾德也是压力倍增，一边抱着阿娘，一边让月儿保持住队形，就算是动物也以不爱之心对待。就在楼下乱作一团时，楼上的教职人员也吵起来了。是谁说要做到这种地步的？不是社监宁吗？什么？难道这是真正的恐慌事件？没错，这场被记录在校方史册的动物恐慌事件是真正的突发事件。家长中有许多都是达官贵族，亨利赶紧让人去控制现场，绝不能出现伤亡。正如他所料，两位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在逃窜时将一孩子撞倒在地上，眼看着不知哪家的公子哥就要被直冲而来的疯牛给撞飞。千钧一发现，是老艾德站了出来，救下了孩子，并安全地带到了他家人身边。这时候，约尔抱着正眼冒金星的阿尼亚走来，老艾德认为阿尼亚可能是被人群的恐慌给影响到了，心里不免有些担心。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是该考虑考试的时候了，带领牛群的首领应该就是这头凶神恶煞的疯牛，难道只能用枪来处理了吗？可刚想的事儿，就见约尔将阿尼亚拜托了他，没等他回过神来，只听到两声闷响，手无寸铁的约尔徒手将这头疯牛给打倒了。看着一脸震惊的父女两人，约尔赶紧解释是以前在瑜伽课上学过让人停止动作的体育手法。不管两人信不信，总之那群动物是不敢动了。阿尼亚甚至都能感受到牛牛正因害怕而颤抖。老艾德正被约尔解释得晕头转向，没注意阿尼亚已经靠近了那头疯牛。只见阿尼亚轻轻抚摸着牛脑袋，告诉牛牛不要害怕，已经没事了。只见前一秒还吓得浑身发颤的疯牛，立马就翻身站了起来，也不疯了，转头就招呼小弟们回去了。看得老艾德是一愣一愣的，虽然不知缘由，但这动物暴乱总归是结束了，所幸是没有出现人员伤亡。而目睹了这一切，最为兴奋的莫过于有呀，吱鸡！大声震撼的亨利夺门而出，叫住了老艾德，感谢你出手相助，今天是我彻底输了。老艾德虽然没听明白，但一眼便认出了这人便是负责考试的学院舍监。这时学院临时通告，由于发生意外，面试时间将稍作推迟。而亨利则亲口告知几人，你们有争取进入本校的资格，赶紧去换身衣服，准备接下来的正式面试吧。老艾德一愣，看样子他们是有惊无险的通过了初次筛选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无需担心，因为这还会遇到这种事，所以我们还另外多备了一套衣服。什么？总觉得这一家人与其说是优雅，不如说是可怕呀！就这样，老艾德一家人通过层层筛选，顺利入围正式面试。而接下来的面试环节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今天过家家任务4的全部内容了。下期预告：阿尼亚被逼问，老爸老妈齐上阵。喜欢本期视频别忘关注、订阅哦。那么我是金，我们下期见。